哇，卡蹦啊，客人已经开箱过验过货了，我们已经验过了，拿出来再说了啊，先这样子来。帮我放地上，帮我放地上，这是连前保杆都碳纤维的。看得出来是什么车了啊？Toyota，没错 ，Toyota 的 Alice。整个车头都碳纤维的，这不是很刺激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真的是哦，我有不祥的预感哈，是很帅没有错。它如果灭度不好的话，连补土机会都没有。老板，这组装起来问题会很多吗？判断东西好坏的方式最基本的，来先看这边。你一般头塔排洪这边是用扣的，像这种碳纤维这种做法，这种用手工洗的孔哦，不可能会准的。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这边大这边小？但是运送过程中这可能是压缩出来的哦，注意听声音来听一下哦。不要啊！飘飘飘了，听到了没有？如果把灯放进去的话，这边是小到大。3指到4指，飘飘飘，这个地方光这边要装完哦，这边可能应该都会裂掉。这个在装的过程中其实要蛮小心的。现在虽然碳纤维是很漂亮，没有错，难做的一定是在后面。我没有太乐观，哦，现在不会太乐观。好，走走看吧。这是我们的计划，就是把一台 Toyota 的 GR Alice 啊，它升级成为性能版的GR Corolla。跟观众大概介绍一下 ，GR Corolla 它是属于 Toyota GR 系列里面与暴力鸭使用同一颗心脏1.6升的3缸涡轮引擎，而且它的调教比暴力鸭更高，拥有304匹的马力，再搭配6速 IMT 手排，是兼具实用以及操控的性能象征钢炮。台湾目前有许多贸易商已经自行引进 GR Corolla 进台湾，贩售的参考价格是260万台币。当然，这么高的售价，台湾会有很多车主自然就会想拿外观把它升级起来，过过干瘾。好，这也就是我们这次的改装计划喽，开始改起来。哇，好密哦！好样哦，都还没装叶子吧？哇塞，这个缝隙超级大的。现在修好了，会不会成功哦？要压到灯下面，对不对？小心点，终于把这边压下来了。搞定了。这边已经修到是平的了，这边大灯缝变漂亮，大灯整个往外拉，这边也超漂亮，调到平，缝现在是小的，这边是小，这是平的了这是平的，这边也搞定了，也平了，缝也是小的了，本来插不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大灯调上来，这个已经插进去了，这边的缝也漂亮，雷达那边搞定，网子塑胶网。ACC 洞也帮你改好挖好，你倒是粘 logo，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会就要再挖更大，这就是到时候你要再测试一下。前面大灯的缝两边也都平衡了，左边跟右边大灯都平衡了，搞定了，好快哦！我跟你讲其实它最难的东西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研磨，不能补土。没有错，如果它密合度不好，基本就挂掉，对不对？蛮考验这次套件的精准度，它很容易裂。其实已经裂很多地方，我们都修好，反正难度蛮高的啦，完整达成了。密合度漂亮，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了啦。这叶子板整个就是都不用烤漆，所有的风都修到齐，都摸起来都是平的。GR Corolla 的这个叶子板的样式，基本上大家都能直上，轮子也不用垫出来。B7 的锻造圈19寸的，我们所有的排扣跟支架都做过修正，引擎和内侧的这个完整度也非常的高，包含所有的内衬扣，其实基本上现在看起来跟原厂是一样的胶条都有用粘的，用双面胶粘。这支架做过修整，而且大灯其实也蛮麻烦，大灯也是把它的角座其实都磨掉之后，整个大灯是向前移的，移动了大概有8米左右，整个2个大灯都不在原本的位置上，但是现在调完是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个尖角，引擎盖的缝平整度都有对上。排扣这边我们也是把它更新，这边密合度也做得还不错。好，这边灯这边密合度都行。老板这样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对啊，其实可以交车了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外形其实就是现在日规的 GR Corolla 的样式但是真正 GR 是宽体爆规的，它只是有这个样式，只是有宽体的样子，叶子板呢其实是还没有到达爆规程度啦，所以它这个只是一个样子 look， 这个保杆是缩小版，不过比例很像，没有真的有实在在旁边看这个爆规不太容易察觉。
哦，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量产了这个前保我们也量产出来了哦。这一支保杆呢也已经国产化了，将来呢有需要的朋友其实也可以购买，而且它已经更新掉这个排扣最难处理排扣密合度的问题哈，已经可以直上，不需要再用那个原厂排扣，只要把排扣拆掉，用原厂锁点就可以锁起来了。这个地方的更新对将来的大包的安装哦，方便度提升非常多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们电话联络。来，我们有气压避震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它降低一下，看这台车降起来好不好看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再来就是注意看一下这个网子，我们也更新了，本来是铁网，照车主要求，我们把它更新成塑胶网了。那雾灯也是一样，鱼眼雾灯。有雾灯有亮哦，有，也特别把雷达也装回来了，雷达也还原了，把它喷成黑色，原本是白色。重点这个车头其实它不用烤漆哦，只要打蜡就好。但是石头弹到，精油可能还是会坏了，但是其实讲实在话，碳纤维精油的硬度哦是比烤漆硬度高蛮多，它应该蛮耐烤的。后面就没有多做改装啊，后面目前就是一个原厂的后保加上一个后下跟尾翼，绝大部分现在的阿里斯都是这样搭配啦，还没有更好的选择的状态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当然，如果以后有宽体可以出现的配件，如果做出来，好，这后面应该也有的改。只要定了这个全套这个车头啊，最难的部分就是在安装上面。这个要修，如果修过头就不能补，就它基本上来讲只有一次机会，修坏就报销。没有错，它这修坏基本上就是没有救了。所以要装碳纤维的师傅必须技术跟他的判断真的要比较精准一点。这一次这个案子哦，这样做，也算是圆满哦，密合度也调整得不错。一台Toyota的 Auris 哦，改装成无宽体版的 GR Corolla 版本碳纤维车头。这集专辑做到这边，谢谢馆长，谢谢。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，非常耗时耗工，续集请耐心等候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